眼睛紧紧地盯着显示屏，470、475、480，我死死地攥着这个对讲机，另一个手也紧紧地握着拳头。他是领跑世界高铁最高时速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CR400AF 的总设计师梁建英。我自己如果要是从北京到上海，我想要坐复兴号，有员工内部价呢。铁总也是要赚钱的。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随到领跑，10余年间，他带着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纪录。看着好像只是时速200公里，像300公里这样的数字的一个变化，但是实际上技术的难度太大了。打造中国高铁这张新时代名片的背后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兰心县的百里风区守大风，等风来。支撑中国高铁人锲而不舍探索的背后是什么？产品你是可以花钱买的，技术的创新能力你是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必须让自己成为巨人才行。开讲了春节特别策划《我的幸福生活》。这一幕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幸福，但是未来还会怎样？本期演讲者梁建英。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的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正值农历春节，我们特别为您策划的一个系列节目叫《我的幸福生活》。我们今天所有的幸福的一切背后有多少人？经过了多少艰辛、努力和奋斗，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当然，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奋斗，给周围多少人带来更多的幸福呢？这就是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希望提给大家的问题。眼下春节期间，各位都已经准备好要回家了吗？票买到了吗？哦，买到了，是坐高铁，不是坐火箭回去是吗？大概80年代的时候，跟着父母回老家去探亲，那时候的春运，我的交通工具是什么？请看，蒸汽火车头，然后拉着绿皮车。蒸汽火车头是烧煤的，绿皮车跟在后边，窗户是打开的。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坐火车兴奋的把脑袋伸出去，一路，等到了终点，你能从鼻孔里挖出2吨煤。这就是当时我们的交通工具。再看那会儿春运之前，大家要干什么？抢票？错了，首先是要锻炼身体，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一次体力和意志的考验。请看，上车没点技巧根本不行。来看一下你们今天坐火车是什么样，舒服吧？再来看我们当年。这就是当年一切真实的状况，无非是20、30年间，已经是如此的翻天覆地。但是别忘了，还是那句话，幸福是奋斗来的，高铁不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的。谁在为我们今天的这些幸福在努力，在奋斗？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开讲嘉宾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这位开讲嘉宾。高铁设计师，而且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铁动车组复兴号 CR400AF 动车组总设计师，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梁建英，有请。梁总您好，主持人好，欢迎您。大家好。谢谢各位，请坐。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哈，在这样的岗位上，你想研制动车、铁路，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所以大家脑海中立刻想到的哦，梁建英梁总啊，总工程师，可能出来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尤其是您的名字本身也挺男性化，对，挺男性化的。
结果没想到出来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工程师，太厉害了！我都不知道我刚才念的对不对。复兴号的那个代号是叫 CR400AF。你看就是念错了吗？CR400AF， 我刚才念的 CR400， 所以这个标准念法应该是 CR400AF。复兴号，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了。是我们目前世界上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动车组。所以难怪今天高铁已经是中国在世界上的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复兴号出来之后更是如此。我刚才看见在我的工作台旁边摆了好几个模型，您太客气了，给我带这么多礼物，真是。这是复兴号。对。然后这几种呢？这一款呢是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2007年12月份下线的一款动车组。就在这4个和谐号当中，这个应该是最早下线的。对，它是最早下线的。高铁开始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对。就是从这里开始。就从这儿开始的。对。那么接下来的实际上是这款车型，就是380。380。对。西阿尔茨380A， 它的整个的寓意取自于火箭。哦。对，取之于火箭。当时呢也是你把它这么竖着看，感觉一点火它能飞起来。然后是我猜一下啊，应该是这个。不，应该是这个啊。时速500高速动车组，这个车的研发当时它是带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我们当时希望把它能够做成一个移动的高速列车综合实验平台，所以这款车它的这个当时的设计速度是500公里，那么它在咱们的这个实验台上也滚动到了605公里，就是这款车。然后这就应该是高寒抗风沙动车组，我们叫2G 型动车组，它的最低适应温度是-40度，零下40度。对，然后它可以在我们国家就是风沙地区进行安全的运行，那么它对风沙有特殊的处理，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我们车辆的这个设备不会被风沙侵蚀。原来是。其实，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我们也挺辛苦的，我们在这个兰新县的百里风区守大风。等风，在百里风区等风，等风来，对，测试我这个车的抗大风的能力。这么一看，大家心里就知道咱们国家高铁发展的大致的这个阶段，一步一步从无到有，走到今天，变成了世界的一个奇迹和名片。这当中有您和您的同事太多的努力。接下来，把这个讲台留给您，听您跟我们分享您和高铁的故事。好的。各位同学，大家好。在这里呢，我想说3个词。第一个词呢是火车。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我们镇上的离火车站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大概也就距火车站有200米左右。所以我小的时候看到这个火车一列一列的呼啸而来，呼啸而过，我感到非常的神奇。第二个是春运，90年代初，我考上大学，那么我从吉林坐火车到了上海，大概那个时候我想是50多个小时，特别是赶上寒假的时候，又有春节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春运潮在拥挤的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我能买上一张坐票，非常的幸运。到了学校，我的同学就向我抱怨说：“哎呀，我这一次回来又站了10几20个小时，哇，那太痛苦了。”那么到了1995年呢，我大学毕业，分配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从此，也就从这一刻开始，我就与高铁结下了不解的情缘。所以第3个呢是高铁。那么现在我们再出行。我自己如果要是从北京到上海，我首先要去买票，我也要先问一下，我想要坐复兴号，我要坐高一，为什么？因为高一是我自己的车，坐在这个车里，你会感觉到它更加的现代化，更加的舒适。再向大家透露一个
复兴号高速动车组的一个技术指标。你知道你坐在这个车上会耗多少电能吗？当复兴号以350公里运行的时候，人均100公里的耗能是3.8度电。这个指标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完美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是怎么得来的呢？我带来了一个这个中国标准动车组的模型，这个就是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的头型的一个缩比模型。这个车辆目前是我们在线运营车辆当中断面最大的一个车辆，它的车高达到了4050。那么在断面这么大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让这个列车的运行的阻力尽可能的小？那么我们从车辆的头型的形状，那我们这个头型的形状叫什么？叫单拱椭圆。那么在这里面，要对它的鼻锥设计，要对它的导流槽的设计，要对它的整个抗侧风的干扰能力的设计，都要进行充分的考虑。整列车的外形，我们要考虑尽可能的平顺化，来避免由于你结构的截面积的突变所带来的气流阻力，尤其是气动噪声。我们还考虑到了关于空气流动、车上设备的通气、进气和出气的这样一个空气流动带来的动力的能量的损耗。只有经过这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个考量、一个设计，那么才能达到咱们中国标准动车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优秀指标。那么实际上这款头型是它46个兄弟当中的一个。中国人一定要长一张中国的脸孔，那么中国的车也要长一张中国的脸孔。在我们这款车的整个的外形的设计当中，那么取了中国龙的寓意在里面。这2条红飘带特别像龙的髯，所以结合这2个基本的技术和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先做了46款。在这46款当中，我们选了23款，进行了深度的仿真、精细化仿真，然后决胜出来7款车。这7款车我们再做了1:8的缩比模型，我们拿到风洞实验室去做风洞的空气力学实验和气动的噪声实验，最后选定了这一款中国标准动车组，最终把它命名为飞龙。在整个中国高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当中，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中国高铁只用了10几年的时间就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你比别人聪明吗？那答案显见不是这样的。中国的高铁的发展从无到有，从跟随到领跑，我认为有这样4个阶段的发展。首先呢，是在2004年以前，我把它叫做原始积累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技术体系。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培养了一支能打胜仗、艰苦奋斗、敢于拼搏的这样的一个人才队伍。第2个阶段呢，就是从2004年到2006年，我们的这个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技术人员把外来的图纸、技术资料还有检验检测的标准进行了转化。同时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根据我们国家的特点，还有我们国家线路的特点，我们做了110项的适应性改造，来克服技术引进的产品对我们国家的水土不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在2006年的7月份，我们第1列时速200公里动车组
正式下线。在整个技术引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思想的触动，就是产品你是可以花钱买的，技术的创新能力你是买不来的。在我们整个技术转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合作方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原理是什么，他们每次都非常的神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深刻的体会到，巨人的肩膀不好站，必须让自己成为巨人才行。第3个阶段呢，我把它叫做自主提升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也是我们初步探索我们自主研发能力的一个阶段。2008年，我们启动了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次的设计不再采用联合设计的这样的方式，而是完全由我们自主进行设计。我担任了这个车型的主任设计师。看着好像只是时速200公里，像300公里这样的数字的一个变化，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上面给我们带来的技术的难度太大了。在这里呢，我也想举个例子，当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们脚踩着油门，车辆在向前加速运行，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随着你的速度的提升，你车内的噪声、车内的震动都在增加。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恰巧你的对面有一个车驶过来的时候，也形成了一种类似列车交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会感觉到这个车辆有倾覆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高速动车组它要以时速300公里来运行。那么汽车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些难点、难题，在高速列车上同样会有。一列高铁大概它的长度要有200米左右，所以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要以这么高的速度去运行，那这就是所有的变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在一次这个线路实验的过程当中，在将近3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上，我们的车的局部有震动的现象。实际上局部震动不像共振那么可怕，但是它也一样会影响我们旅客乘坐的舒适度，也会对我车辆的寿命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车辆的不同的区域都布置了实验的设备，然后对应我们的设计图纸，我们前期的一些仿真分析的资料，我们来抓这个问题。很庆幸我们找到了问题，也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在乘坐的高铁，每一代高铁你都会感觉到高铁技术在进步，它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环境。第4个阶段呢，我们叫全面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是让我们中国高速列车真正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在2008年，我们启动了时速38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设计工作，也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CRS 380A 和谐号高速动车组。380公里，这是它的设计时速，它的最高的实验速度要达到420公里。那么在当时已经找不到可以借鉴的这样的经验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大量的试验去来探索或者是摸索。所以在这个车的整个研制过程当中，我们累计做了2年的试验，一共是做了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地面实验，2800余项的线路实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列车
再去实现它时速486.1公里的那一天的情景。我们每个人各就各位，各负其职。我的位置呢，就是在高铁的机械师室，我就眼睛紧紧地盯着显示屏，看速度的变化。那么到了460、465、470、475、480，最后在486.1上。这个时候我听到了车厢内有人的欢呼声，但是我是什么状态？我的手脚是凉的，我手里拿着这个对讲机，我死死地攥着这个对讲机，另一个手也紧紧地握着拳头。后来有人问我说：“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你为什么手会凉啊？”紧张、压力、目标达成之后的兴奋，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然后我看到列车开始慢慢地往下降速，稳稳地停了下来。我走出机械室监控室，来到车厢里，和我的同事们会合。我们相互握手，互相祝贺。所以，这是我一生很难忘的一个场景。CRS 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成功的研制，它夯实了我们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的能力，它形成了我们国家高铁技术的保持能力。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又开启了中国高速列车一个新的征程。在这个车的研制过程当中，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形成的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实验验证体系，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型号的车设计出来、试验出来。我们已经形成了足够的能力、足够的资源，也有了足够的底气，向全世界去说，我可以向全世界的用户提供你所需求的任何的产品。随着交通的快速发展，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产品，或者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美好愿景？为了支撑咱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研发时速400公里、互联互通、变轨距的高速动车组。也许在不久的某一天，我们会从北京坐上这一款高速列车，到达西班牙的马德里。在这里面，我们也发现，目前我们国家的高速是350公里，航空的速度是800公里。那么在35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空白里头怎么办？我们正在研制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在未来，我想中国的交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应该是航空、高速磁浮、高铁、城市市域交通、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公共汽车低速的这些公共汽车交通5为一体的立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的形式，这样才能满足我们国家这样的一个大国这样的一个客流需求对快速运输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就应该不负国家和民众对我们这个行业的期待，我们要为民众去提供更好、更快、更安全、更便捷的一种出行的方式。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人们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心声。谢谢大家。
对。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请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我这看您时时刻刻都带着您的职业特点，演讲完了以后立刻看我速度怎么样。还可以，匀速，震动很小。您对时间的把握、速度的把握，对，是吧？对，这变成您的一种职业病了。不叫职业病，应该是一种好的习惯。好的习惯，好的习惯。然后您的这个表述也是非常霸气，是不是搞工程的都是这么霸气？我没有了解过，我觉得我还可以。您挺霸气的。比如说买火车票，请问有高一吗？为什么您非要高一啊？那是我的车呀。跟这个比，什么私家车弱爆了。在您演讲的过程中，现场的观众用小纸条给您提了很多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这是个4连问。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坐高铁还需要买票吗？1、2，还是有员工内部价呢？3，您春节回家有内部预留的票吗？4，您能帮我抢张票吗？这位观众，好，一步一步，步步紧逼，步步紧逼。您回答了一个问题，就不得不回答下一个问题。这4个问题呢，问得很好。曾经呢，我们在隶属于铁道部的时候，我们是有免票的，但是我们没有免票已经很多年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要花钱买票。对，没有这个，对，我要花钱买票。第二个，有没有内部价？那么都走了市场经济了，没有内部价了。铁总也是要赚钱的，待遇也没了。对。第3，那么第3，内部有没有保留票？现在我可以100%的告诉你，你在网上抢不到，你在后台也没有票。其实刚才在演讲中，梁总已经回答了，连梁总自己每次想坐复兴号高一，都不一定能赶得上这个机会。人自己的车，人都不一定能坐得上。但是我也有一个特权。你我什么时间可以不花钱坐车呢？实验的时候。哎呀，你太聪明了。所以没有特权，没有特权。所以最后一个问题，理所当然，梁总也没法帮你抢票。虽然我想梁总跟我们大家一样要买票要抢票，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梁总坐在火车上那种自豪的心情，可能和我们不一样。那真的是我的车。好，在您演讲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也有很多的网友通过央视网的开讲专区给您提了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您是怎样看待无人驾驶？无人驾驶的这个技术呢，实际对于轨道交通来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技术。实际上，我们地铁是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的，就在我们北京的燕房线，就是一条无人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地铁线路。那么，我们给新加坡提供的这个地铁车辆也是无人驾驶的。高铁发展到今天，我们目前也正在做无人驾驶的研制和研发。但是目前出于安全的考虑，系统毕竟有时候万一出现一些小的故障，还得由人在现场进行应急处理。要做人的值守。好，接下来6位青年代表，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跟梁总这边交流？来，江旭。梁总您好，小撒哥好。我看到您今天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就我爸是一个房屋结构的这个工程师，我姥爷是一个老一辈的铁路人。国内早期10几条铁路，我姥爷都是总指挥。我姥爷跟我说，他其实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女工程师，但您作为一个女工程师，您是怎么在这个环境里生存？您觉得作为女性，她有什么优势和劣势？我想。第一点，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把性别分得那么清楚，说我是女的，你是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任何一件事情，就怕你做的足够的认真和精细化。我的女性恰恰在这个上是有优势的。其实梁总非常厉害，凶是吗？我就不用那个词儿吧，非常的严厉。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是真是假，说因为咱们国家高铁曾经有过一个技术引进的阶段，当时德国的也好，法国的，包括日本的技术我们都引进过。然后后来咱们开始自主研发的时候，就有的工程师在有些问题上，梁总问：“哎，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解决的？”说当时日本人教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解决的。梁总当时就发飙了，说以后谁再敢跟我说当时教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就让你们写检讨。从那以后，安静多了。不是，这是开玩笑的事儿还是真的？这是一个真的，因为我认为一个设计师，我们要尊重或者要有一定的继承性，但是设计师不能被别人的思维固化，我们需要一定的变更，一定的创新，这样我们这个团队才能有活力，才能有朝气，才能带动我们这个行业整个技术的发展。所以这么严厉的一位总工程师，你应该问的问题是：你们那儿的男工程师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下一位，王聪。小邵老师好，梁总工程师好。啊，我今天见到梁总工程师真的是非常激动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您是哪里人啊？我是四川成都人，我叫王聪。然后梁总工程师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我的一个媒人。媒人是什么意思？媒人。媒人。对，我和我女朋友现在一起，包括之后会结婚的话，梁总工程师和他的那个高铁动车真的是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哦。因为我是四川成都人嘛，我女朋友是那个陕西宝鸡的。哦。之前的话坐火车的话会翻越秦岭，需要14-15个小时，需要很久，很艰难。对。然后刚好在2017年的12月份，西成高铁开通了，那真的是一条非常棒的。现在我女朋友回家只需要4个小时，以前的话10多个小时，真的她家的父母特别不接受。现在的话半天时间，她就可以从成都回到家。那对你来说不是个好事啊，她会经常回娘家的。没事就老公，我回我爸妈那儿待2天啊，就是走了。但是她的父母到成都来团聚也是很方便的。所以你俩是在高铁通车之前结的婚？没有，但是是在高铁通车这个消息发出来，然后他的父母去感受了一下之后，觉得哎，这个地方还是很近的。现在你俩就订婚了？他的父母已经在说这个事情了。哦，祝贺。然后我想问梁总工程师一个问题：高铁磁浮列车的话是到600公里了，提速会不会比高铁的会更难？在提速上是比高铁更容易实现。之前的提速好像都用了可长时间了，现在是不是就会越来越短？我可以告诉你2个高铁的数据，就是我们西2430A， 它的这个从0加速到350公里的时间是444秒。哇！咱们的这个复兴号是375秒，已经缩短了将近1分钟了。对，375秒。其实磁浮列车最大的难度在于它的控制，稳定性的控制吧，因为它不贴着地面了。这就是要看你的控制技术，就是你的悬浮导向这样的一个控制技术，一定能够非常精准地感知出来地面的基本的状态是什么，然后来调整这样的一个微小的调整，来保证车辆运行的稳定性和运行的平稳性。这是它的技术难点。对，这是它的技术难点。我也听说，比如说有些国家在研发那种在密封的那个真空的管子里，然后像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吧，嘬一颗豆啊或者什么，当然很危险啊，对作为小孩来讲。他想把火车就想把这个交通的这个工具放在这个真空管里，然后一下子用高压给它就嘬过去，感觉是说那样的时速能到1000公里左右。
但听着像天方夜谭。可能还会更高。但是呢，真的开始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吗？有啊，我们国家也在研究。因为从原理对到原理的一个样机是非常容易的，对，就概念车是很好很造的。容易的，对。嗯但是你真的要把它实现真正的工程化，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所以就要看谁在未来能跑在前面。对，你就等着吧。我真的是非常期待这个磁悬浮列车。我觉得应该不会时间太久，您估摸着10年20年？不用，我们有个这样的研发计划。我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我在今年年底就会下线一个原理样车。今年年底是一个原理样车，概念相当于对概念车。然后再过2年以后，我会出真正的样车。我们一起等着吧，好吧？来，罗春晓，杨总工你好，我刚才听在您讲的时候，那个420公里实验是您主持去操作的。这个可能咱们当时有过一面之缘，因为当时420公里实验的时候，我也在车头上。哦，这就是当时420公里实验的瞬间，大家可以仔细看那个画面上这个速度表啊，有一个422的这个标。这里、在那儿。对，这里。这就是您主持研制的这个中国标，就是 CR400AF 的这个车里面。您是哪位呢？这个我耳朵是您吗？我是拿着相机的那位。哦，你是拍照片那个？我是拍照片的那位。借此介绍一下，我是一个铁路摄影师，那么也在这个10几年的时间里面拍摄了咱们中国铁路的，就是很多精彩的这个瞬间吧。这张照片呢是开通，这是中国高铁第64大提速，这是第1列动车组驶入北京站的这个瞬间，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瞬间吧。可能天气不太好啊，但当时这是一个历史的瞬间。然后下一张，京沪高铁正式开通前的几天，漂亮，真的是拍出了速度感。我其实也就是想问问咱们中国高铁这10几年最重要的这种几个节点的瞬间，您能说说您有最深刻印象的地方吗？在我们整个高速列车的这个发展的历程中，我们有2个非常关键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样的事件。其中的一件是发生在2010年的12月3号，在我们京沪先导段，我们CR-380A 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商业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那么第2件呢，就是在我们2016年的7月15号，我们中国的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创造了时速420公里的明线交汇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我非常幸运，我是这2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亲身经历了，也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刻。咱们中国高铁从您看来，对这种技术，包括对未来的发展，或者说成为世界的这种领军人物，您是不是有更多的这种信心？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在以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客室中部的噪声只有66到68分贝，这是在全世界交通工具当中最好的一个指标。我们现在可以在世界的标准制定过程当中，逐步的去发挥我们中国人的力量，来发出我们中国人的声音。所以一旦你占领了标准，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占领了技术的制高点。所以我对这个咱们高铁的发展，始终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下一位，刘宇轩。梁总你好，小撒哥好。我现在是一名大4的学生，成为这个毕业生的这半年里面，我经历过很多次的做选择的时候，在面对很多的诱惑和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我通常会有迷茫，会有纠结，生怕自己做错了选择。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恐惧，有这样迷茫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预知未来，无论你是在你的人生哪一个选择的档口上，你都不会说在今天我就能把我的未来想得一清二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您是一个总指挥，刚刚您也有提到了，您会害怕担心出现一些未知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今天想问问您，我们到底应该去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些选择和挑战？我建议就是要遵循你内心你的真实的想法，
去做选择，像围棋复盘一样，你目前有5项选择，你复一下盘，然后把你的想要去的要素和不想去的要素做一个比对，然后你去做一个你的抉择。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建议，你遵循了你的内心的选择之后，对一件事情的坚持非常的重要，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第3点，你的心态一定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心态，不要对未知的、不可预期的事情来对你的干扰太多。仅此做一个小的建议。那我也特别好奇啊，在您的团队里面，年轻人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也有90后的员工了，虽然他们很有个性，也特别注重自己的这个价值的实现性，但是如果你去把这件事情向他交代清楚，让他知道他所从事的工作真正的意义和如果由于你的工作的失误会带来什么样的代价，在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作风上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的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向上的、有朝气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其实，刚才我在听2位的对话的时候，我也在想，工程师可以拿数据来说话。我在不知道哪种选择更好的时候，我至少还可以做实验。我通过实验最后选择一个最佳方案。但人生没有办法做实验，人生每一个阶段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没关系，今天已经走到这儿，从现在开始出发，你能不能把过去没选对的东西变成你生命中最棒的一个选择？这是你的能力，也是你们的机遇。谢谢小大哥，谢谢梁总工。下一位，小张老师好，梁总工好。我听说就是中国的高铁要走向美国。我们能不能在其他的国家，就是有哪些国家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的高铁？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协同、聚智、共创、共赢的开放式的科技体系，先后在德国、英国、泰国、美国建立了轨道交通联合研究中心，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现在有一个印尼的这是咱们第一单，咱们国家的这个350公里的向外输出的一个产品，已经开始走出了迈向世界的第一步了。因为怕坐飞机吧，然后所以我也是高铁的老客户。我最长的一趟旅程是从德国坐到北京。啊？哦，对，它是7天的火车，不能洗澡，只能聊天。就只能在各个车厢你去找人跟他聊天啊，因为从欧洲过来的这趟车背包客特别多，有7天不洗澡，你还好意思到处找人聊天？因为大家都不洗，对，所以就无所谓了。对，所以在那个聊天过程中，就是你能认识很多人，可能认识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在火车上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就是陌生人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的陌生人。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情景下，可能会说出一些特别深刻、特别可爱的话。您可能会也在过去的这个跟铁路打交道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留下自己的美好的瞬间。美好的瞬间我的印象不太深刻，但是很痛苦的瞬间我有印象。2015年，我去瑞士出差。然后我也是有一种习惯，就是到了当地的国家去感受它的这个轨道交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张从苏黎世到日内瓦的火车票，就踏上了这个旅途。沿途风光很美啊，经过什么波东湖啊等等很多景点，但是这个车就像坐船一样，就悠来悠去，我就开始晕车了。就是无论哦，原来您晕车呀？不，我平常是不晕车的，然后就处在这种晕车的状态，美景也不能再欣赏了。下车之后，大概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到的这个日内瓦。下车之后，我要在地面上平衡了很长时间，然后我才到我下一个出访的这样的一个单位。所以我觉得这趟旅途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所以可能您的痛苦也是我们现在高铁比较稳定的原因。对，所以我希望
我们生产的产品一定要让大家坐在上面能够有一个良好的体验感。在网上流传的有一个小伙子在高铁上数硬币，那个视频流传得很火。以后再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高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回答他：因为中国高铁的总设计师晕车，人家设计自己的车不能晃。好，今天很开心的分享了，梁总给我们带来的《我的幸福生活》这样一个特别策划的节目。我们的幸福还在继续出发，还有未来更多的目的地。所以在今天的最后，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设计。我们准备了这样一张虚拟车票，这张票没有出发，没有到达，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我们的心里。我特别想问一下，如果让您来给这张车票填上您的幸福的出发点和终点站，会是哪里到哪里？出发一定是家，那么我会到刚才我讲过的一个具有五位一体交通枢纽的一个站点，然后从那里出发到我想到达的任何地方。梁总的出发点是家，家是您永远最温暖的后盾和港湾，而您的前方幸福的站点是一个高铁强国。几位青年代表，听听你们的想法，你的出发站和到达站。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想从梦想站到实现站。雨璇，其实我刚刚看到这张车票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张车票意味着一趟旅程的开始，有分别，也有相遇。那么既然终有一别，那也别辜负相遇。所以我想填的就是此刻此时到此刻此时。珍惜眼下，珍惜此刻。王聪，你肯定是到你女朋友家，我觉得。是的，是的，成都到宝鸡。对对对，我今年非常想买一张这种车票，因为我今年特别想把它娶回家。好，祝你愿望实现。谢谢谢谢。其实我一直有环游世界的梦想，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我是想买一张票给我的姥爷，他可能做了一辈子的铁路的工程师，可能做的都是硬卧、软卧、硬座之类的。我希望买一张车票给他，然后来体验一下现在最新的高科技的铁路。我想从恐惧未来站做到活在当下站。所以我想，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而且不仅仅一个选择。如果有可能，我们希望的是中国的高速铁路网能够带我们随时随地去到任何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而这个目标正在实现。中国今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但是中国人仍然有一大批人在努力奋斗，因为我们知道这还远远没有到达我们心目中幸福的终点。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终点永远在未来等待我们在不断的接近当中。所以节目的最后，我再一次把我之前给大家看的那2张照片拿出来。这一幕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真实经历过的记忆，这一幕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幸福，但是未来还会怎样？我们留出一个空白的画面，未来的画面交由各位来填写。感谢收看本期开讲，下期节目再见。